在听得了戴叔所散布的谣言后，很多人都开始关注楚风与司马颖的一举一动，发现司马颖对楚风还真是格外的好，便越发相信戴叔所言是真。而当越来越多人都相信司马颖喜欢楚风之后，戴叔便开始四处挑唆界师联盟的高手，去找那些暗恋司马颖或是追求司马颖的天才们，以让他们来对付楚风。可以说，如今这个局面完全是戴叔一手策划和造成的。只不过他想不到，这刘洋、王超、张赫竟如此胆大，会率领众人来到龙院讨伐楚风。这龙院是什么地方？这可是界师联盟公认的禁区，是苗人龙的住所。他的一只眼睛就是在龙院内没的，所以他对这里存在着深深的畏惧。戴叔，别怕，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你放心，我早就打探好了，苗长老今日并不在界师联盟内，所以他自然也就不在龙院内。再说了，我们来此不是针对司马颖，更不是打搅苗长老，只是讨伐那楚风而已，并且我们只在龙院外，不进龙院内，就算苗长老知道了，也不会对我们怎么样的，毕竟他老人家不是一个无缘无故就惩罚弟子的人。似是看出了戴叔的恐惧，刘洋笑着说道：“原来是这样，还是刘洋师兄高见，恕戴叔愚钝了。”听得刘洋的话后，戴叔觉得句句在理，顿时恐惧全无，胆大之余，竟然指着龙院，率先呼喊起来：“青木山的垃圾，给我远离司马颖，滚出界师联盟！青木山的垃圾，给我远离司马颖，滚出界师联盟！”戴叔此话落下之后，张赫、刘洋、王超三人也是一同高喝一声：“青木山的垃圾，给我远离司马颖，滚出界师联盟！”而在这三位妖孽级天才的带领下，那些负责讨伐楚风的众人便一同高声的呼喊起来，甚至就连那些围观的人也是随着他们一同呼喊。一时之间，声音如雷，响彻八方，连虚空与大地都被震颤得嗡嗡作响。这样的呼喊声将越来越多的人吸引而来，就连界师联盟的长老们也是来此看热闹。但是就算是长老们出现后，也没有人阻止此事。身为界师联盟的人，既然弟子看不惯楚风与司马颖接触，他们这些长老自然也都看不惯，他们都不希望界师联盟的天之娇女被一个外人给拐跑了，所以他们打心眼里还是支持界师联盟这些弟子讨伐楚风的。快看，那不是黄修记、黄长老的4位子孙黄风、黄平、黄浪、黄静吗？这4位也都是名副其实的结界天才，虽然没有踏入界师榜，但他们的结界之术却是毋庸置疑的强。连他们4位也来讨伐那青木山的垃圾了吗？忽然之间，有人在人群中看到了4位熟悉的身影，那4位便是之前在应风古村内与楚风发生过节，却间接的让楚风赢得了无数宝贝的黄风4兄妹。不对啊，他们4兄妹的脸色怎么这么苍白啊，像是身负重伤一般。不过也有细心之人发现，黄风4兄妹的脸色可是不大对劲，之所以会这样，那其实也是与楚风有关。黄风4人费了好大劲，从他们爷爷黄修记那里借来了青灵如意，为的就是去应风古村迎来应风古水，交给他爷爷，好讨他爷爷的欢心。可是不曾想，他们虽然战胜了应风古村的同辈中人，但却输给了楚风，并且输的是彻彻底底，就连他爷爷的至宝青灵如意也给输了。虽然他们的父母都因一场浩劫死去，他们的爷爷对他们呵护有加，甚是溺爱，但是得知他们4个把青灵如意给输掉后，还是被气得当场就一口老血吐了出来。一怒之下，更是将他们兄妹4人打出了内伤。而事实上，他们将青灵如意输掉，但是此刻还能够站在这里，这就已然说明了一件事：他们的爷爷是真的爱他们，不然他们早该尸骨无存了才是。不过对于这件事，只有当日的知情人知道，这些界师联盟内的人们可都不知道此事。不只是他们4人，你们仔细快看，那不是孙飞扬、孙长老的2位孙子孙浩和孙磊吗？而就在这时，又有人高呼起来，原来是孙浩和孙磊也来了。想不到就连他们也来了。他们2兄弟遗传了孙长老的超凡战力，虽然结界之术不是很厉害，但是战力可是相当之强。尤其那孙浩，他的战力相当之恐怖，幸亏界师榜是以结界之术为标准，他们才无法踏入其中的。若是以战力为标准的话，以孙浩的战力，他就算踏入界师榜前3位，那也是妥妥的。就算是孙磊，也能够踏入前5名。孙浩与孙磊的凶名很盛，不只是在界师联盟之外，在界师联盟之内也是如此。他们兄弟2人出现后，许多看热闹的人居然忍不住高呼出声。在他们看来，若是孙浩、孙磊加入讨伐楚风的大军，那楚风恐怕真的要惨到了家。只不过令他们有些意外的是，孙浩、孙磊并没有加入讨伐楚风的大军之中，而是直接落到了黄风4兄妹身旁。孙浩与孙磊不仅没有讨伐楚风的打算，就连黄风4兄妹也没有，竟然在那里闲聊了起来。奇怪，他们怎么都不去讨伐青木山的垃圾啊？是啊，太奇怪了，根本不像他们的作风。以他们的性格，难道看得惯那青木山的垃圾勾引我界师联盟的天之娇女？见到这一幕，许多人都表示不解。毕竟孙浩2兄弟与黄风4兄妹是出了名的霸道，按理来说，得知楚风之事，他们应当率先讨伐才是。可如今他们却做起了旁观者，这实在是太反常了。想不到这楚风与司马颖师妹的关系居然这么好，难怪苗长老会庇护他。孙磊说道：“孙磊，你不是一直喜欢司马师妹吗？如今这司马师妹就要被那楚风拐走了，难道你看得下去？”黄风对孙磊调侃道：“司马师妹被不被拐走，都不可能喜欢我，我没必要因为她去对付楚风。倒是你们兄妹4人丢了青灵如意，一定被你们爷爷教训的不轻吧？难道你们就不想报仇？”孙磊说道：“我爷爷得知楚风有苗长老庇护，已经告诉我们不得再寻楚风麻烦，更何况连你们兄弟都打不过那楚风，我们去又有何用？”黄风感叹道：“是啊，
连我们都不是楚风的对手，这一群乌合之众又有何用？就连他们也想讨伐楚风，真是自讨苦吃。孙浩也是开口说道。而听得孙浩的话后，孙磊与黄蜂四兄妹也都是纷纷点头表示赞同。虽然他们很恨楚风，但是对于楚风的实力，他们却也都是承认的。所以在他们看来，不管张赫、王超、刘洋三人名列界狮榜第几位，但想对付楚风，却是真正的不自量力，敢来龙院撒野，你们都不要命了！而就在这时，一声甜美而愤怒的声音忽然自龙院传出。与此同时，一男一女两道身影也是自龙院内走了出来。而这两位，自然便是楚风与司马颖。司马颖此话一出，当真是威势不凡，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立刻闭上了嘴，甚至不少人向后退缩了数步。一时之间，先前还喧闹一片，声音如雷的人海之中，竟安静一片。他们这样，并非真的是害怕司马颖，而是害怕着龙院的主人苗人龙。司马师妹，我们来这里无意冒犯苗长老，更不是来找你的麻烦，我们是来找这个青木山的垃圾的。王超开口说道，笑脸迎人，很是客气。垃圾？你说谁是垃圾？可是在观司马颖却是语气冷冽，极为霸道，可谓毫不留情。这一刻，楚风终于知道为何第一次见到司马颖的时候，他的性格如此不讨喜了。原来他在界师联盟内也是如此，面对这些天才，司马颖都如此霸道，那就难怪初见楚风等人会那般的不屑一顾了。而被司马颖这样一说，那王超居然不敢多说什么，而是低头不语，选择了沉默。他不是不知道说什么，而是不敢顶撞司马颖。青木山的垃圾，只懂得站在女人身后吗？可有胆量与我张赫一战？都说青木山的弟子战力超然，今日一见，原来如此不堪，你还真是不如垃圾之名。就在这时，那张赫指着司马颖身旁的楚风，冷声喝道。他不敢与司马颖发生矛盾，所以直接将矛头对准了楚风。你们真是活腻了！见张赫等人对楚风一口一个垃圾的叫着，司马颖脸上的怒容越来越浓，层层武力释放而出，他竟打算对张赫等人动手。眼儿妹子，这种事情还是交给我来处理吧。可是就在这时，楚风却是拦住了司马颖。见状，司马颖先是一愣，但最终还是妥协的点了点头。认识楚风这么久，他对楚风已是颇为了解，他很清楚对付张赫这些人，楚风绝对比他擅长。于是他选择让楚风自己处理张赫等人。拥有精神力的人往往有种特殊的优越感，身为界灵师更是如此。可优越不代表自负，至少我觉得身为界灵师这个伟大的职业，应该都有着起码的素质。所以我也一直觉得界师联盟是一群有素质的人所聚集之地，这里的人不仅结界之术高超，素质也应该很高才对。但是今日我才发现我错了，虽然不知道你们为何对我有这么大的敌意，但是你们似乎都并不了解我。既然都不了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口口声声的叫我垃圾，这可是一种很没礼貌也很没素质的行为。不得不说，我对你们很是失望，真是失望透顶了。楚风走到司马颖身前，摇着头叹着气，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失望？我们用得着你失望吗？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真以为来自青木山就了不起了吗？我告诉你，我叫你们垃圾，那是因为在我们眼中你就是垃圾。张赫指着楚风呵斥道。原来如此，原来我在你们眼中就是垃圾。虽然不知道你们衡量垃圾的标准，但是我想问问，在你们眼中比垃圾还垃圾的人又算什么呢？对于张赫的侮辱，楚风也不生气，而是笑眯眯地问道。比垃圾还垃圾的人？张赫等人没有想到楚风会突然问出这样一句话，一时之间竟不知该如何回答是好。毕竟垃圾就是垃圾，是一文不值，是没用的存在。那比垃圾还垃圾的应该不复存在才是。其实我也不知道比垃圾还垃圾的人算什么，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如果我在你们眼中是垃圾，那么你们在我眼中就是比垃圾还垃圾的人。你们想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吗？楚风笑眯眯地说道。妈的，搞了半天你是在骂我们，我看你真是活腻了。这一刻，张赫恍然大悟，怒喝一声，便身形一纵，同时也将自身的武力释放而出，只是眨眼之间便来到了楚风的近前，对着楚风就是正面一拳。这一拳的力道非同小可，划过虚空，将空气都荡出了道道涟漪，不仅力道强，速度更是快。可是就在张赫觉得这一拳足以让楚风吃尽苦头，足以让司马颖意识到楚风有多弱的时候，只见楚风动都不动，只是其眼眸闪烁之间，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急速涌现。只是眨眼之间，楚风的修为便从6品武王提升到了8品武王。在此之后，左肩微微一动，随后猛然一掌轰出。楚风这一掌无论是速度还是力量都胜过张赫数倍，毫无悬念的便直接落在了张赫的胸口之上。一掌击中，张赫顿时惨叫一声，如同倒射的流星一般，直接掠入了人群之中。见到张赫倒飞而来，很多人都释放出结界之力，想要将张赫接下来，避免他受到更大的伤害。可是不曾想，楚风的掌力实在太强，那些人的结界之力根本无法阻挡。一时之间，张赫如同无坚不摧的兵刃，在人群之中撞出了一条血路。当张赫停下之后，他所过之处已是人仰马翻，鲜血淋漓，很多人都身负重伤，惨嚎不断，狼狈不堪。见到这一幕，许多人都被惊呆了，一切发生的太快，他们都很始料不及。但是看着那倒卧在地的人群，再看看那胸骨尽碎、浑身是血、脸色苍白的张赫，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个青木山的弟子似乎并不好惹。这个家伙到底是何方神圣？明明是6品武王，怎么又突然将修为提升到了8品武王？那雷霆铠甲和羽翼好是特殊，他似乎不像是隐藏了修为，而是通过那雷霆铠甲和羽翼提升的修为。这是何种手段？
竟然能够连续提升2重修为，这简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难道这个家伙是特殊的妖兽，掌握着特殊的血脉？震惊，前所未有的震惊！尤其是当这些界灵师的精英们仔细观察了此刻的楚风后，他们心中的震惊更是提升了1倍。之前还把楚风当作垃圾的他们，此刻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来自青木山的弟子，因为楚风掌握的实力与手段根本就不是一个垃圾，相反，他是一个天才，一个妖孽级的天才，比张赫还要强大许多的天才。否则，就算楚风能够将修为提升到8品武王，也不可能一击便将张赫打得不能自理。毕竟张赫也是8品武王啊，还有谁不服气？大可以过来一试。楚风笑着拍打了一下手掌，随后便将那微眯着的目光扫向了前来讨伐他的界师联盟众人。然而看到楚风的目光后，那些人无一不是神色大变，赶忙转移目光，或是低头不语。根本就没有人敢与楚风对视，哪怕与张赫同行的王超和刘洋也是不敢。连名列界师榜第7的张赫都被一击击败了，他们这名列第8和第9的存在，又怎么可能是楚风的对手？这一刻，他们后悔，非常的后悔，后悔来到此处，后悔讨伐楚风。早知道楚风是一个这样厉害的角色，就算是借给他们100个胆子，他们也是不敢啊。毕竟此刻他们的境地实在是太过丢人。这一刻，楚风笑了，笑得很是轻蔑，笑了好一会，才看着王超等人说道：“现在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说你们是连垃圾都不如的人了吗？”沉默，依旧是沉默。此时此刻，界灵师的众位小辈们除了沉默，似乎已是无事可做。垃圾，这是他们给予楚风的定义。但是现在，他们却没有一个人是楚风的对手，甚至没有人敢与楚风交手。想他们聚集了上千人，来到此处，高喊着青木山垃圾的口号，但现在却不敢与楚风交手。他们这不是连垃圾都不人的人，又是什么？好一个连垃圾都不如的人！倘若我们是连垃圾都不如的人，那么是不是我将你击败后，你就不配为人，就连猪狗都不如了呢？然而，就在大部分人都沉默的时候，一道声音忽然自人群之中响起。与此同时，一道身影也是自人群之中缓缓踏出。这个人长得很是英俊，长发飘飘，风度翩翩，是一个绝对的翩翩美男子，并且绝无后天加工，是天生而成。虽然他已经年近40，可是依然是那种只靠外表就能迷倒不少女子的人。是陈木师兄！太好了，是陈木师兄来了！见到这个男子之后，一些女子忍不住失声尖叫，就连男子也是欢呼呐喊。他们先前的萎靡不振，已然化作了无比的欢喜与激动。不管这男子是何来头，但他的出场的确带给了界师联盟众位小辈不少信心，就如同见到了救星一般。楚风，他叫陈木，名列界师榜第6位。不过他之前的修为与我一样，也是7品武王，是此次自破简城皇阵内出关后才突破到的8品武王。要论战力，他与张赫、王超、刘洋3人相差不多，你绝对可以一只手就击败他。但若是论结界之术，他的结界之术很是精湛。如果说我的结界之术远不如张赫3人的话，那么张赫3人的结界之术就算加到一起，也不如这陈木。所以他若是与你比拼战力，你就可以直接对付他；若是与你比拼结界之术，千万不要应下。就在这时，司马颖的传音映入楚风的耳帘：“一耳妹子，看来你对我的结界之术还是没有信心啊。”楚风笑着回应道：“没有与你开玩笑，这陈木的老祖可是界师盛会的长老，他从小就由老祖培养，结界之术相当高明，绝对是你之前从未遇到过的对手。”司马颖紧张地劝道：“不必担心，我自有分寸。”楚风很是从容地笑道：“垃圾，你不是自认不凡，觉得高人一等吗？那么你可敢接受我的挑战？”而就在这时，那陈木突然开口：“有何不敢？”楚风笑着说道：“那好，你我就比拼结界之术，看你能否胜我。”果不其然，被司马颖猜中了。这陈木竟真的没有选择与楚风比拼战力，而是选择比拼结界之术，并且他还是先挑战楚风，后说明比拼什么，这就实在太过卑鄙无耻了一些。什么比拼结界之术？不愧是陈木师兄，实在是太机智了。那楚风是青木山的弟子，战力着实不凡，我界师联盟能与他抗衡的弟子还真是少之又少。但若是比拼结界之术，那可就完全不同了。毕竟结界之术才是我界师联盟的弟子最为擅长的，那是必须的。要论结界之术，我界师联盟说第2的话，整个5支圣土就绝对没人敢说第1。是啊，还是陈木师兄聪明，不与那楚风硬碰硬，反而是与他比拼结界之术。这回我看这楚风是怎么死的，就怕他不敢硬，否则就是必败无疑。陈木此话一出，界师联盟的众人夸赞连连，都觉得陈木智勇双全，直接抓住了楚风的弱点，真是不要脸，拿自己擅长的去比人家不擅长的。陈木，你还能更不要脸一些吗？司马颖很是讽刺地说道：“不要脸？什么时候扬长避短变成了不要脸了？再者说了，司马师妹，你身为界师联盟的人，这样帮外人说话，真的好吗？”陈木并不喜欢司马颖，再加上他陈家老祖超然的身份，所以说起话来也是肆无忌惮，丝毫不惧。被陈木这样一说，司马颖也是气得不轻，但却也不知如何反驳。尽管他向来做事不顾后果，可是这一次的确被陈木戳中了软肋。他从小在界师联盟长大，不管出于任何原因，他帮着楚风的确不对，挺大个男人。女孩子叫什么真？你不就是想扬长避短，用你的长处对我的短处，与我比拼结界之术吗？我赢你便是，你想怎么比？说吧。然而就在这时，楚风却是开口问道：“结界之术最强的是什么？自然便是防御阵法。你我一同出手，限时半个时辰，一同布置防御阵法，看谁的防御阵法更强，怎么样？”陈木说道：“好，就依你。”楚风应道，并
并且回答得非常爽快。他居然真的应了，居然连比拼结界之术，他也从容地应下了。这个楚风竟然如此胆大，他究竟是有恃无恐，还是不知死活？这还用问吗？绝对是不知死活，狂妄自大。青木山的事情，我可没少听说。虽然他们那里的确有不少战力强大的天才，但是擅长结界之术的却几乎没有。我听闻，哪怕青木山最强的2位天才秦问天和秦凌云，他们的结界之术也只是中规中矩而已，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我界师榜上的人。这楚风，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可以说是无名之辈。他又怎么可能擅长结界之术？难道说他比秦问天和秦凌云还要厉害不成？这么说来，这楚风真的就是狂妄自大了。哈哈，好，太好了，我就是想看看这个垃圾被比得一无是处的样子。见楚风从容应下，莫说司马颖，就连界师联盟的众人也是大吃一惊，他们都没有想到楚风会如此自信，但与此同时，他们内心也是为之窃喜，毕竟他们都想看到楚风出糗，他们都不希望界师联盟的荣誉被一个青木山的弟子践踏，他们都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将楚风击败，哪怕是结界之术也无妨。而眼下陈木就是承载着他们希望的人，并且在他们看来，陈木也是能够凭借结界之术击败楚风的人。黄蜂，你怎么看？觉得他们2个谁的胜算更高？见楚风与陈木就要开始比拼，孙浩看向了黄蜂。若是比拼战力，那自然不用说，肯定是楚风胜，这根本就没有悬念。但是比拼结界之术，还真不少说。毕竟这陈家的老祖可是界师盛会的长老陈三元。陈大人，陈木有陈家老祖一手出来，结界之术当真是非常高明。黄蜂说道。那以你个人的看法呢？孙浩追问道。他似乎很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这个结果一般。其实我曾与陈木切磋过结界之术，我是惨败。但是说实话，陈木虽然厉害，但却没有楚风带给我的挫败感强烈。楚风的结界之术很是不同，可以用深不可测来形容。若是要我个人来看，他们2个应该是楚风略胜一筹才是。黄蜂说道。若真是这样，那我们就算败给楚风也不丢人。听到黄蜂的话后，孙浩安心的说道。不然也不丢人，他的确很强。黄蜂说道。快看，开始了。就在这时，黄静突然开口说道。而这一刻，在场的所有人都停止闲言闲语，专心致志地将目光凝聚在楚风或者陈木的身上。2人的布阵已经开始了。陈木不用说，身为界师榜第6的存在，他的界灵之术相当强悍，而他所布置的防御结界也是非同小可。这是一套很强大的阵法，不仅是一道坚不可摧的壁垒，更是只要接近就将触发无数机关的攻击利器。不过这道阵法虽强，但布置起来却极为繁琐，哪怕是陈木想要布置完这道阵法，也需要至少半个时辰。这就难怪他把布阵的时间定为了半个时辰。这阵法不是陈家老祖三元大人独创的防御阵法，金刚壁垒阵吗？真的是金刚壁垒阵吗？相传当年三元大人在外修行，竟在仇家的地盘领悟了突破的契机，无奈之下只得在仇家的领地内闭关修炼，而为了避免意外发生，便在自己闭关之处布置了这金刚壁垒阵。而后来他的仇家竟真的找上门来，并且还纠集了近100名半地强者，想要破开金刚壁垒阵，从而使得在闭关关头的三元大人突破失败，走火入魔。但是他们都低估了这金刚壁垒阵的力量，那近100名半地强者一同联手，使尽各种手段，足足攻打了10天10夜，却无法撼动金刚壁垒阵分毫。最终三元大人成功突破，自阵法踏出之后，将那近100名半地全部抹杀，成就了一段神话。是啊，当年的三元大人虽然还没有进入界师盛会，但却早已是半地的修为，并且身为黄袍界灵师，所以才能创造出如此厉害的阵法。这陈木虽然贵为三元大人的后代，并且从小到大所修炼的结界之术均为三元大人而成，但毕竟还只是金袍界灵师，他真的能够布置出这金刚壁垒阵吗？在场的不少人认出了陈木所布置的阵法，纷纷表示震惊，因为这金刚壁垒阵的确来头不小，并且应该是黄袍界灵师才能布置的阵法才对。倘若今日陈木真的凭借金袍界灵师的力量布置出了这金刚壁垒阵，那么这绝对是一件骇人听闻的大事件，陈木之名还将更成。那楚风在做什么？他怎么用结界把自己关起来了？而就在这时，也有人惊愕地发现，楚风竟用结界之术将自己包裹了起来，并且那包裹的密度越来越浓，到的最后竟将他彻底封锁，别人已经看不见他的身影。哈哈，这个家伙真是有趣，简直就像是用结界之术做了一个龟壳，然后自己缩了进去，就算害怕陈木师兄，也不至于这般吧。对于楚风的举动，界师联盟的人都不明其意，而在关楚风的所凝聚的结界阵法，更像是一座简单的隐藏阵法，没有任何新意，所以他们都觉得楚风是能力有限，已经放弃与陈木比拼的想法。于是乎，界师联盟的许多人都开始对楚风冷嘲热讽起来。虽然楚风的战力让他们大吃了一惊，甚至让他们感到畏惧，但是楚风的结界之术却让他们找回了尊严。大哥，这楚风是怎么回事？孙雷很是不解地对孙浩问道。他知道楚风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人，不仅是修武方面，结界之术也是相当利奥的，但是他此刻却也看不懂楚风是在卖什么关子了，所以只能向自己的大哥请教。楚风绝对不会轻易认输，他既然应战，就肯定有着能赢陈木的把握，更何况他也的确具备与陈木一战的实力。依我看，楚风是不想暴露自己的实力，故意用这隐藏阵法将自己封锁，
至于他到底布置的是何阵法，待的半个时辰之后，想必谜底就能揭晓。孙浩解释道：“可是他将自己封锁于如此小的阵法之内，毕竟空间有限，就算他实力再强，又能布置出怎样的阵法呢？”孙磊说话之间，不由看了一眼陈木所布置的阵法，发现陈木布置的阵法不仅复杂强大，那阵法的面积也是胜过楚风10倍不止。而按理来说，阵法面积越大，内部结构越为复杂，阵法的力量也就越强，尤其是防御阵法更是如此。可就现在来看，楚风所布置的阵法，怎么看怎么都不占据优势，反而占尽劣势啊！凡事不能以常理来看，尤其这楚风，他对结界之术的理解也是颇为独特。至少他与陈木之间，我依然看好楚风。就在这时，黄蜂开口说道。听到黄蜂的话后，孙磊也是选择了沉默。相比于他大哥，黄蜂的结界之术更为精湛，对结界之术的了解也更深，所以他对黄蜂的话也更为信服一些。时间一点一滴过去，陈木的阵法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壮观，真的像是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一般，金光四射，极为不凡，让人只看一眼便心生震撼。可是楚风所布置的阵法却一如既往，没有任何改变。尽管也有不少聪明之人猜到了楚风是故意隐藏自己的手段，最后再来个惊喜，但是他们却依然不看好楚风。就如同孙磊所说一样，楚风将范围缩得太小，受局域所限，这样的范围布置出来的防御阵法注定不强。这个来自青木山的小鬼似乎并不简单啊！可是就在大部分人都不看好楚风的时候，在距离此处数里之外，却传来了一道苍老的声音。原来在距离龙院的数里之外的虚空上，有着2道老者的身影，隐藏于虚空之中。他们的年龄都很大，不知活了多少岁月，历经多少沧桑，但却鹤发童颜。尽管白发如雪，但在他们的脸上却连一丝皱纹都没有，如儿童一样稚嫩。不过他们2人的修为可就非常之强，虽为半帝，但却绝非寻常半帝，竟与苗人龙的气息相差不多，甚至比苗人龙还要强横一些，并且他们的身上也都披着界灵黄袍。那并非是寻常的界灵黄袍，而是蕴含着蛇纹的界灵黄袍，一条条蛇纹就如同具有生命一般，在长袍内游走，盘旋既吓人又神圣，让人又惊又恐，不敢亵渎。这样的界灵长袍非常厉害，寻常的界灵师都难以驾驭，除非是蛇纹级的黄袍界灵师。没错，这2位就是与红强一样强大的蛇纹级黄袍界灵师。而至于他们2个的身份，也是异常的超然，哪怕是界师联盟的盟主，对他们也要毕恭毕敬，因为他们2个都是界师盛会内的长老。其中一位叫做赵清衡，而另外一位叫做陈三元。这陈三元正是陈木的老祖。三元啊，你家的陈木这次怕是遇到对手了。这个小鬼别看是青木山的弟子，但是他这结界之术可不简单啊，他现在布置的这东西有些厉害啊。赵清衡笑眯眯地说着，话语之中有着几分讽刺之味。赵兄，我也承认那青木山的小子有些手段，他能做到这种程度，还真是让我倍感意外。不过你也不看看我家陈木布置的是何阵法，那可是我亲手传授于他的金刚壁垒阵。那青木山的小子就算再有手段，也休想胜过三元。陈三元颇为自信地说道。陈木布置的金刚壁垒阵的确是有模有样，不过我想你也知道，他还没有掌握金刚壁垒阵的精髓。赵清衡说道。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不过哪怕如此，那也是金刚壁垒阵，陈木将此阵布置而出，就定然不会输给青木山的小子。陈三元依旧自信地说道。是吗？那咱们2个就拭目以待吧。赵清衡也不与陈三元过多理论，而是淡然一笑，便抚摸着下巴那长长的胡须，继续看向了数里之外。楚风与陈木的比拼之地成功了，快看，陈木成功了，他这所布置果然是金刚壁垒阵，太不可思议了。想这陈木还是金袍界灵师，但竟布置出了黄袍界灵师才能布置出的阵法，是不是说他很快就要成为黄袍界灵师了？此刻半个时辰已到，而看着那金碧辉煌、坚不可摧、宛如宫殿一般的金刚壁垒阵，界师联盟的众人吃惊连连。哪怕之前一直坚信楚风能赢的司马颖、黄蜂、孙浩等人，一个个也是眉头紧皱。毕竟这金刚壁垒阵的名气与威势是如此之盛。青木山的垃圾，半个时辰已到，你可以打开你的鬼壳，出来磕头认输了。感受着周围人那赞叹的声音，陈木更是自信无比，当众羞辱齐楚风，就仿佛他已经赢了这场比试。陈木，你这布阵速度也太慢了，我都等你多时了，你再不布置完成，我都快睡着了。可不曾想，就在陈木自信满满之际，楚风的阵法之内却传来了楚风懒洋洋的声音，还敢伶牙俐齿？难道你还真准备拿你那个破阵法来与我这金刚壁垒阵比拼吗？陈木说道。就是，这还用比吗？单用看的也知道，陈木师兄必胜无疑。与此同时，周围的人群也是附和着说道，有些事不试试又怎么知道结果呢？然而只听楚风嘿嘿一笑，随后只听砰的一声，楚风所布置的阵法竟然拔空而起，急速旋转之际，如同一个小型山峰一般从天而降，径直的向陈木所在的方向砸了过来。那个小子之所以将自己封锁在阵法之内，莫非为的就是以防御阵法向陈木发动攻击。他竟从一开始就想好了分出胜负的方法。见到这一幕，不少人都是眼前一亮，不管他们有多看不起楚风所布置的阵法，不管他们有多瞧不起楚风的结界之术，但是当楚风控制那防御阵法拔地而起，向陈木袭来的一刻，他们都感觉到了一股气势，一股舍我其谁天下不惧的气势。而很多人都被这股勇猛无敌的气势所吓倒了。气势不错，不过可惜拿你那垃圾阵法与我的金刚壁垒阵来碰撞，
根本就是以卵击石，不堪一击。事实上，就连陈木也被楚风此刻的气势所惊到，但哪怕如此，他依旧自信满满，觉得他必胜无疑。而就在这时，一声震天巨响猛然传来，楚风的防御阵法与陈木的金刚壁垒阵已是冲撞到了一处，这一冲撞顿时荡起能量涟漪。可是还不待那涟漪向周围肆虐，只见金刚壁垒阵光芒一闪，竟将能量涟漪给吞噬。而这一刻，人们能够清晰地看见金刚壁垒阵毫发无损，可是楚风的防御阵法却已是伤痕累累，满是裂痕。而就在下一刻，令人吃惊的一幕发生了，金刚壁垒阵竟产生变化，在那金色的墙壁之上爆射出无数道金色的长枪，向楚风的防御阵法飞射而去。金枪一出，所向披靡，纷纷洞穿了楚风的防御阵法，将楚风的防御阵法射得千疮百孔。楚风，你说了。看着眼前的结果，陈木笑眯眯地说道：“你确定吗？”可不曾想，就在这时，楚风的声音却再度响起，随后只听得一声巨响，楚风的防御阵法竟然破碎开来。然而，面对这样的场景，在场的界师联盟众人竟没有一个笑得出来，反而一个个的神情呆滞，目瞪口呆。因为此时此刻，楚风的身影已然再度浮出，只不过在他的身体周围还包裹着一层耀眼的金色结界，并且那金色结界符咒相连，奇异非凡，竟组成了一只金色的犀牛。这犀牛金芒闪闪，除了体积比真正的犀牛大上3倍，那犀牛角比普通的犀牛大上10倍外，便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但是不知为何，望着这只金色的犀牛，却没有一个人敢大意，没有一个人敢轻视。身为界灵师的他们都能够感受到，这只金色的犀牛是一座多么强悍的阵法，这才是我所布置的防御阵法。而刚刚那个不过是隐藏阵法而已，身为界灵师，居然连这个都分不清了吗？楚风站在犀牛阵法之内，笑眯眯地说道：“故弄玄虚，雕虫小技，你以为这样就能赢我吗？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就算你使用再多伎俩，但最终的结果也只有一个，那就是你败，我胜。”陈木冷声说道。然而对于陈木的轻视，楚风却是笑而不语。只见楚风手指轻轻一指，那金色犀牛顿时发出一声低沉的怒吼，怒吼响彻之际，金牛已是拔腿前冲，向陈木的金刚壁垒阵冲击而去。这一刻，金刚壁垒阵再度爆发出了他那攻防兼备的特性，无数根恐怖的金枪夹带着洞穿虚空的威能，向金色犀牛爆射而去。然而那本恐怖的金枪在射在犀牛的身上之际，竟然威力全无，或是断裂，或是粉碎。先前击穿那隐藏阵法的威能，此刻已经荡然无存，甚至连阻挡金色犀牛脚步的能力也是没有。而就在这时，金色犀牛在楚风的催动之下，已是来到金刚壁垒阵近前，并且用那巨大的犀牛角对着金刚壁垒阵便是一次猛烈的冲撞。一声巨响，震慑八方。莫说是那金刚壁垒阵，哪怕天地也是皆动，就连在场的许多高手都是难以抵挡那种威能，在虚空之上来回摇晃，竟已是难以站稳。但是这只是第一次，在此之后，金色犀牛发动了如同暴风雨一般的攻击，那巨大的犀牛角开始连绵不断的轰击在陈木所布置的金刚壁垒阵之上。可恶！这种情况之下，陈木也是眉头紧锁，满面不安。他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楚风所布置的犀牛阵法远远超乎了他的想象，这样下去，哪怕是他的金刚壁垒阵也是岌岌可危。你今日休想破开此阵，我陈木必胜！不安之际，陈木竟大吼一声，随后他便盘坐鱼的释放出磅礴的金色结界之力。当那结界之力冲天起，然后又融入金刚壁垒阵的时候，便证明陈木已是倾尽了全力。而在陈木的全力催动之下，金刚壁垒阵也的确变得更为强悍。不过可惜，楚风的金色犀牛攻势实在太猛，哪怕金刚壁垒阵的力量已然提升，但已然无法阻挡那金色犀牛疯狂的进攻。在一番连绵攻势之下，金刚壁垒阵已经出现了一道又一道粗壮的裂痕，并且那裂痕还在急速的蔓延，并且出现的越来越多。怎么可能？那楚风所布置的究竟是何阵法，竟然能够将金刚壁垒阵击破？看到这一幕，界师联盟的很多人感觉不可思议。毕竟金刚壁垒阵可是曾经挡下过多位半地强者联合攻击的阵法，按理来说，就算楚风的这金色犀牛再强，可也不可能击破金刚壁垒阵才是。然而就在这时，一声滔天巨响忽然响起，那本金碧辉煌的金刚壁垒阵也是在那巨响声中化成了粉碎。这本该坚不可摧的金刚壁垒阵已被楚风的金色犀牛彻底摧毁。而与此同时，全力催动金刚壁垒阵的陈木也是受到了创伤，尽管他仍然盘坐在地，可是嘴巴却喷出了一大口血水，且在喷出血水之后，陈木的脸色变得极具苍白，气息也变得越加卑微。他虽然没有遭受到楚风正面的攻击，但却也因金刚壁垒阵而受到了不小的内伤。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你作弊，你他妈的作弊！说好了比拼防御阵法，你这用的是他妈什么东西？你这哪里是防御阵法，这明明是攻击阵法！陈木愤怒地大吼着。此虽然身负内伤，但是对于陈木来说，他最不能接受的却是惨败这个事实。这就是界师榜第6名，原来是一个跳梁小丑。对于陈木的指责，楚风轻蔑一笑，尽是讥讽。妈的，你说谁是跳梁小丑？听得此话，陈木更怒，说话间便要向楚风发动攻势。可是还不待陈木靠近楚风，只见那金色犀牛具体对着大地猛然一踩，一道涟漪便爆射而出，竟将陈木震得倒退数米，落入了人群之中。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御，更何况我这犀牛攻防阵不仅能攻，而且可防。你要是不服气，
大可以来攻击我啊！你可以使出你的浑身解数，动用武力也无所谓，怕只怕你无法撼动我这犀牛攻防阵一分一毫。看着那倒卧在人群中的陈木，楚风很是挑衅地说道。听得此话，陈木更是气得不轻，竟直接一口心血再度喷了出来。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楚风的这所谓犀牛攻防阵有多厉害，攻防一体，攻有多凶猛，防就有多坚固。就算使用武力，以他的战力来说，他也无法胜过楚风。沉默，在陈木都说不出话的时候，现场数万人再度陷入了死寂的沉默。他们已然无话可说。如果说比拼战力，他们不是楚风的对手也就算了，如今竟然连比拼结界之术也输给了楚风。此时此刻，界师联盟的许多人都是感觉颜面无存，优越全无，废物，真是一个废物。枉费我培养他这么多年，竟然用我的金刚壁垒阵输给了一个青木山的弟子，我这一世英名都毁在了他的手中。这一刻，远在数里之外的陈三元气得咬牙切齿，脸色铁青。这金刚壁垒阵乃是他的成名之作，但是今日却被他的这位后代给糟蹋了。这楚风很强，陈木败给他也是理所应当。赵清衡说道。什么叫理所应当？我界师联盟的弟子结界之术败给了青木山的弟子，这也叫理所应当？陈三元很是愤怒地说道。别生气嘛，我不会让这青木山的小鬼在我界师联盟出尽风头的。赵清衡笑眯眯地说道，眼中闪过有着一抹老谋深算之色。莫非你已经听得此话？陈三元想到了什么，放心，已经来了。赵清衡说话之间，将那笑眯眯的目光看向了楚风等人所在的方向。想不到青木山竟然出现了你这样一个人物，看来秦问天和秦凌云的地位是要被动摇了。不过你在青木山如何我不管，但若想来我界师联盟撒野，我可绝对不会惯着你。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忽然自上方的虚空传来，定目观望，那里竟然空无一人。可是就在所有人都观看那里之际，那片虚空便开始绽放出水花般的波动，并且越来越快地蠕动起来。而很快的一道身影便自那虚空之中很是从容地走了出来。这名男子与江浩的年龄相差不多，不过他的修为却与陈木一样，同样是八品武王。但楚风一眼就看出来，这名男子的各方面实力都要远胜于陈木。首先，他的逆天战力比江浩还强，可逆战3品境界，真正的实力足以达到2品半地的境界。尽管他是8品武王，但绝对能与江浩一战，自然也能与施展2种雷霆力量的楚风一战。而抛开修武的实力不谈，他的结界之术也是相当利奥的。先前他没说话之前，楚风竟然丝毫没有感应到他的存在。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隐藏在上方的虚空之上，偷偷地观察着自己与陈木交战。虽然楚风是因为专心对付陈木，并未认真感应，这才没有发现他的到来，但是楚风的精神力依旧非常敏锐，哪怕专心与人对战的时候，也具备着很强的感应力。而这名男子，他能够躲过楚风的感应，就已经说明他的结界之术很是不凡，至少隐藏自己气息的本领很强。赵凯师兄，想不到连他也来了，太好了，这可真是太好了，这回我界师联盟的小辈有希望了。赵凯师兄可是界师榜第3的存在，是我界师联盟如今最强的3大天才之一，有他在，楚风必败无疑。见到这位之后，界师联盟的众位弟子再度狂喜，比之陈木出场之时还要激动数倍。可是相比于他们，司马颖可就眉头紧皱起来，哪怕是之前一直看好楚风的江浩与黄蜂等人，此刻脸色也变得不太好看，脸上涌现出了些许不安。楚风，小心点，千万不要轻敌，这赵凯非常厉害，不仅战力强横，结界之术更是极强。此次进入破茧成黄阵，他只差一点点就能突破金色结界之力的束缚，成为黄袍界灵师。倘若破茧成黄阵能够再多运转1日，他就定然能够成为黄袍界灵师的，并且他赵家的老左也是界师盛会内的长老。就在这时，司马颖提醒的声音传入了楚风耳中。楚风，这次你可不要大意，这赵凯可比我厉害得多，你可以胜我，但未必能够胜他。然而令楚风想不到的是，在司马颖的传音过后，他竟收到了孙浩的传音。这个前些10日的劲敌，如今竟然好心的提醒楚风，并且楚风听得出来，他不像是假仁假义，而是发自内心的让楚风小心为妙。真是想不到你竟然会为我着想。楚风看向人群中的江浩，笑眯眯的传音回道。不管江浩之前如何，但这一刻楚风却对江浩的看法有些改观。这里毕竟是界师联盟，不管先前的恩怨还是此刻势力的荣誉，江浩都应该希望楚风输才是，可如今却来提醒楚风，这实在是让他很是意外。我不是为你着想，只是不想你轻易失败而已，毕竟你是赢过我的人。孙浩说道。听得此话，楚风嘿嘿一笑，不再多说。他知道不管江浩如何嘴硬，但实际上他的实力已经得到了江浩的认可。于是楚风看向了那赵凯，问道，怎么，你也是来代表界师联盟对付我的吗？楚风，首先我要承认你很强，至少青木山的弟子之中，你的结界之术是我见过最强的。不过你需要知道，这里是界师联盟，而不是你青木山。你的结界之术不管多强，但这里都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今日就让我赵凯来教教你该如何做人。赵凯大声说道。教我做人，你有那个本事吗？可千万别说大话闪了舌头，卖大不扯了蛋，到的最后本想教人做人的你，反倒被人教了该如何做人。楚风笑眯眯地回道。尽管知道这赵凯不容小觑，可楚风依然发出了挑衅。少废话，我就问你敢不敢应战。赵凯见没道数，冷声问道。身为界师联盟的天之骄子，很少有人敢这样与他说话，
可是楚风今日却这样说了，并且还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自然愤怒。此时此刻，他迫不及待的想要教训楚风一番，让楚风知道什么叫做天高地厚，帮界师联盟的小辈夺回丢失的尊严。你想怎么比？修武之法还是结界之术？你说吧。楚风摊开双手，很是无所谓的说道：“在我界师联盟比拼，自然要比结界之术。”赵凯说道：“那好，你想怎么比？”楚风问道。听得此话，赵凯没有回答，反而是忽然笑了，并且笑得很是讽刺。直到过了好一会，才说道：“结界之术就是结界之术，结界之术千变万化，无所不能。可你居然问我怎么比，真是可笑。赵师兄此话究竟是何意思？不知道啊。结界之术包罗万象，若不提出明确的种类，又该怎么比呢？”听得赵凯的这番话后，就连界师联盟的众位弟子也是有些迷糊了。好，我懂了。可令他们想不到的是，就在他们都不明白赵凯是何意思之际，楚风却笑着点了点头。你真的懂了？赵凯双眼微眯，高声问道，似乎就连他也不相信楚风真的明白了他的意思。你使尽你能使用的结界之术，我使尽我能使用的结界之术，无论是何术，无论是何阵，只要能够胜过对方就足够了。我说的对吗？楚风笑着说道。看来我还真是小看你了，居然明白我所指的是什么。听得楚风的话后，赵凯再度笑了，但下一刻他的面容却忽然转冷。与此同时，双手捏诀，暴喝一声：“既然如此，那你就接招吧！”他话音刚落，顿时金芒四射，在他那界灵金袍飘动之间，磅礴的金色结界之力如同爆发的火山，泄闸的洪水，疯狂地涌动而出。那金色结界之力气势汹汹，倾盆而来，最终竟化作了一道金色的结界大网，猛然扑下，将楚风的犀牛攻防阵包裹在了其中。身体被束缚，犀牛攻防阵发出了一声悲愤的低吼。可是任由他如何低吼，如何挣扎，却也无法摆脱那金色的巨网，被死死地封锁在了那里。而就在这时，那赵凯再度发动了进攻，磅礴的金色结界之力化作了数把金色的兵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唐、棍、槊、棒、鞭、锏、锤、抓，带钩的、带刃的、带尖的、带刺的，各种武器应有尽有，如同兵刃组成的暴雨一般，向楚风的犀牛攻防阵发动了凶猛的攻击。一时之间，金光闪闪，火花四溅，兵刃与犀牛的金色身躯相撞，不断擦出耀眼的火花。与此同时，涟漪横生，轰鸣四起，兵刃与犀牛相撞，不断爆发出凶猛的涟漪。这威势太强，让许多围观之人不得不后向后退去，生怕被牵连其中。可不管如何，但凡是肉眼可见者，都看得出来，楚风陷入了绝对的被动。尽管楚风的犀牛攻防阵并没有受到损坏，但是此刻的他却也难以发动反攻，反而只能这样被狠狠地暴打。不论楚风情不情愿，但现在他都必须要承认，这个赵凯的确很强，至少他的结界之术是楚风就目前为止所遇见过最强的一位。这是楚风有生以来第一次与同辈众人在结界之术上感受到如此威胁。界师联盟的确不愧是武之圣土，界灵之术最强之地。这里的小辈对界灵之术的掌握，的确远非青木山的小辈可比。精彩这等结界之术的力量，绝对不亚于王级武力的武技攻击。赵师兄就是强，竟然已经掌握了如此强大的攻杀之法，他这一出手就稳定了局势。先前还猖狂的楚风，只能缩在那里等着挨打，根本就是毫无还手之力。这一刻，界师联盟的众人开始尽情地欢呼起来。在界师联盟小辈与楚风的正面对决之中，他们终于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而对于界师联盟的欢呼，楚风则是不予理会。他深信一个道理，能够笑到最后的才是真正的王者。尽管他现在被打得难以还手，尽管他也意识到这赵凯的结界之术很强，甚至他的攻杀之法已经达到了一种凶残的地步，与他斗，楚风也感受到了不小的压力。可是楚风这犀牛攻防阵却也不是吃素的，他耗费足足半个时辰来布置这犀牛攻防阵，绝非只是一个摆设。就算犀牛攻防阵此刻被束缚，就算此刻楚风难以反击，但是他坚信赵凯只是这种手段，就算任由他再攻打10天10夜，也休想攻破犀牛攻防阵，更是别想伤到楚风。而果不其然，当赵凯那狂风暴雨、绚丽多彩的攻势在对楚风进攻了好一会，可楚风的犀牛攻防阵依然完好无损之后，那些欢呼的声音渐渐的小了起来，而那些欢喜的人也是渐渐的闭上了嘴。这什么情况？打了这么久，却无法撼动对方，这样下去，就算再凶猛的攻势，再精彩的场面，又有什么用？不就是耗费自己的力量吗？终于，赵凯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已然停止了对楚风的结界攻势，并且消散了那金色的结界大网。而当一切停止之后，楚风的犀牛攻防阵展现得更为清晰，他不仅毫发无损，此刻还倒卧在地，摆出了一个销魂的姿势。尤其是楚风，他不仅躺在犀牛攻防阵之中，更是双手枕着头，闭着眼睛，竟然在睡觉。这楚风竟然在睡觉！见到这一幕，界师联盟的众人都傻眼了。那赵凯更是气得脸色铁青，给吃了狗屎一般难看。怎么了？继续挠痒痒啊？挠得我正舒服呢。楚风睁开眼睛后，还伸了个懒腰，那叫一个舒服。楚风，你休要得意，我赵凯若想破你这阵法，不过是想不想的问题。赵凯气得咬牙切齿，冷声说道：那你刚刚是想破开我这阵法，还是不想破开我这阵法？既然想破开我这阵法，为何没有破开？若是不想破我这阵法，你为何要对我发动攻击呢？楚风笑着问道。听楚风这样一说，赵凯真是气得不轻，
险些没一口闷气憋死过去。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楚风说话会这么损，一点台阶都不给他下，这简直就是当着界师联盟众人的面，用语言来打他的脸。笑，我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赵凯本就愤怒，而在楚风的刺激下，他彻底的怒了。只见他意念一动，他的身后便张开了一道暗黑色的漩涡。那漩涡一出，顿时风云色变，一股滔天魔气自那漩涡之中散发而出。而当那漩涡彻底形成之际，一个暗黑色的身影也是自那漩涡之中走了出来。这是一名男子，高达3丈有余，站在赵凯身后，就像是一个小型的巨人，并且他身披一身黑甲，头顶的黑发之中还延伸出2个尖锐的长角。最重要的是，这个家伙的气息非常的强，他是一位半帝，虽然只是一品半帝，但是他的气息却非常的可怕。他绝不是一个人的气息，而是来自地狱，来自一个魔鬼的气息。魔鬼是无情，是凶狠，是残忍，是恐怖，是惊悚，是令人畏惧的可怕存在。而此时此刻，那站在赵凯身后的身影，就是真正的魔鬼，是魔灵界的界灵，赵凯师兄最强的底牌魔灵。哈哈，时隔多日，我们终于又见到了魔灵。记得上一次见到魔灵，还是赵师兄击败江浩的时候。见到这位之后，界师联盟沉默的众人再度变得激动与兴奋起来，甚至很多人看着那界灵，眼中竟还有着崇拜之色。楚风，这只界灵很厉害，当初赵凯凭借结界之术击败我，靠的就是他。你最好不要轻敌，更不要大意，我劝你不要有所保留，使尽全力与他来战，否则这魔灵绝对会让你吃尽苦头，后悔莫及。因为他可不是一只寻常的魔灵界界灵，他的真实战力怕是寻常的2品半帝也是不及，是我见过最强大的界灵。江浩的声音传入了楚风耳中，是吗？那也许今日我会让你看见什么是真正强大的界灵。楚风传音回道，什么？你听得楚风的回音后，江浩顿时一愣，脸色变得难看起来。怎么了？黄蜂等人察觉了孙浩的不对，赶忙追问起来。刚刚我提醒了一下楚风，赵凯的界灵很厉害，让他小心。江浩如实说道。那楚风怎么说的？莫非他不领你的情？黄蜂等人急切地问道。不，江浩摇了摇头。那你是怎么了？看你脸色不对啊。黄蜂等人能够确定江浩肯定是发生了什么，否则以他的性子不会这样，像是刺激了一般。楚风对我说，也许今日他可以让我看见真正强大的界灵。江浩说道。不是吧？莫非他还有着更厉害的界灵？听得此话，黄蜂等人也是神情大变，再度看向楚风，目光皆是变得复杂起来。他们虽然与楚风相识不久，甚至可以说并不了解，但他们却知道楚风不像是一个说大话的人，所以这一刻他们几乎能够确定楚风在界灵方面也应该有着凶狠的底牌才是。可是界灵毕竟有限，魔灵界的界灵已经是欺灵界中较为强悍的界灵，能与他抗衡的界灵实在少之又少。而此刻双眼血红，那宛如恶魔的魔灵已然走到了赵凯的身旁，如同魔灵卫士一样守护着他。魔灵，先前的事你都看到了吧？赵凯说道。回主人。魔灵看到了。魔灵以那浑厚有力却又阴沉而恐怖的声音回道。那应该怎么做？你也应该明白吧？江浩说道。主人放心。魔灵明白。魔灵说道。去吧，不必手下留情，有什么后果我能承担得起。江浩说道。他的这句话暗藏着阴冷的杀意。遵命。而魔灵也是听懂了江浩的话，说话之间手掌猛然握起，一把暗黑色的长矛便出现在了他的手中。随后他手臂猛然抬起，将那暗黑色的长矛高高举起，刹那间雷霆四射，乌云滚滚。暗黑色的乌云夹带着滔天魔气，形成了遮天蔽日的乌云之海，滚滚翻腾之间封锁了这方上空的数里之外。好强，不愧是魔灵，他的修为虽是1品半帝，但他可是曾击败过多2品半帝的存在。魔灵展现出恐怖的威势，界师联盟的众位小辈不但没有害怕，反而再度变得兴奋，甚至就连界师联盟众位长老的脸上也是洋溢起了满意的笑容。在他们看来，这场闹剧终于将要收场。赵凯既然祭奠出了他的杀手锏魔灵，那么任凭楚风这位青木山的弟子再强，今日也将无力回天。因为老一辈的人物都知道赵凯这只界灵的厉害，获得他的艰难，若不是赵家老祖赵青横施展秘术全力相助，赵凯也不可能与这样厉害的界灵结缔契约，让这样凶残的界灵为他所用。而据他们所知，尽管青木山的青木盛会内也有着一群恐怖到难以想象的老怪物，可是能够与赵青横相媲美的界灵师却少之又少，所以他们都觉得楚风再强也不可能获得这样厉害的界灵。而若是没有这样厉害的界灵，那楚风又拿什么来与赵凯抗衡？然而就在所有人都等着看魔灵是如何凭借恶魔之威击破楚风的犀牛宫防阵的时候，楚风却是意念一动，将那犀牛宫防阵化解开来，就这样毫无防备的站在了魔灵的攻击范围之内。楚风，你做什么？不要命了吗？见到这一幕，司马颖顿时大惊，失声惊呼出声。而事实上，如同司马颖这般惊讶的可不在少数。此时此刻，几乎所有人都是一愣，不明白意欲何谓，就连那准备发动攻击的魔灵也是愣在了那里。怎么，你是认输了？赵凯冷笑着问道。他这句话不是开玩笑的，他是真心这么觉得的。认输？可笑，你这种人也配让我认输？楚风轻蔑地笑了，随后说道，我只是觉得既然你祭奠出界灵了，那我就应该以界灵来与你对抗，不然显得我太欺负你。我没听错吧？用界灵与我的魔灵对抗，你可真是不知死活。听得楚风的话后，赵凯狂笑不断，极为大声，哈哈，是很可笑，简直太可笑了。与此同时，界师联盟的众人
也是跟随赵凯大笑起来，那笑声实在太过刺耳，简直让人听不下去，因为这实在是太嘲讽了。也许一个人嘲讽不算什么，但是当成千上万的人一同对一个人嘲讽，那种压力当真不小。然而面对众人的嘲讽，楚风却是面色不改，始终带笑，并且默默地张开了戒灵大门。我的女王大人，出来吧！并且当戒灵大门开启之后，楚风也是以雷鸣般的嗓音大吼一声。而当楚风这声暴喝响起之后，那些大笑的戒师联盟众人竟也纷纷停止了嘲讽的笑声，不由自主地将其目光投向了楚风所张开的戒灵大门，并且此时此刻，他们皆是神情一变，如同石化了一般，愣在了那里。因为此时此刻，一道美丽的倩影也是自戒灵大门之内缓缓踏出。这个女子实在太美了，美得让在场的所有女子，哪怕是戒师联盟的天之娇女司马颖，也是黯然失色，仿佛世间没有任何一个女子能与她相媲美。那甜美而诱人的脸颊，那性感而妩媚的身段，以及那独一无二的气质，这简直就是一个天生的尤物，让男人只看一眼便为止动心的妖精。而这位倾国倾城能够迷倒众生的女子，自然便是女王大人。我还以为你那么大的口气会祭奠出怎样的戒灵，搞了半天是这么弱的一只戒灵。五品武王这样的修为，你确定不是早与我开玩笑吗？五品武王的戒灵也想与我的魔灵抗衡？楚风，我看你是被我的魔灵吓傻了吧？忽然之间，赵凯再度大笑起来，并且这一次他比先前笑得更为讥讽。与此同时，戒师联盟的众位小辈也是跟随着大笑起来，尽管他们也都被淡淡的美貌所惊打到，可是淡淡的修为的确让他们看不起。然而就在这时，只见淡淡柳眉倒数，随后娇躯一纵，便爆射而出，向那赵凯飞奔而去。可是就在淡淡将要靠近赵凯之际，一道巨大的身躯却忽然出现在淡淡身前，挡住了淡淡的去路。而这位正是赵凯的那只魔灵，并且此刻他用自己那磅礴的魔气化作道绳索，捆绑住了淡淡的手脚，将女王大人捆绑束缚。无知的小妞，我不管你来自哪座灵界，但你都无法与我抗衡。要知道，本大爷可是来自最强的魔灵界，先前你冒犯我的主人，本该处死，但现在本大爷给你一个机会，臣服于我，饶你不死。魔灵目露邪光，盯着淡淡那完美的身躯以及绝美的脸蛋，不由得伸出舌头舔了舔自己的嘴唇。尽管身为戒灵，但他却也无法抵挡女王大人那绝美的诱惑。最强的魔灵界，无知的东西，你可知道此刻在你面前的是谁？淡淡双眼微眯，眼中尽是愤怒之色。他来到这个世界这么久，还是第一次有东西敢这么般对他，又何况这根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戒灵。你是谁？小妞，在我眼中你就是一个玩物而已。来吧，本大爷已按耐不住，现在就让本大爷来尝尝你的味道。魔灵用那恶心的舌头再度舔了舔自己的嘴唇，随后便控制魔气将淡淡向他逼近。他竟想要侵犯淡淡。素闻赵师兄的魔灵非常好色，以往还看不出来，但今日他还真是原形毕露了。不是他以前不色，只是在这么多人的面前他有所收敛。可是今日这青木山垃圾的戒灵也实在太美了一些，莫说是魔灵，就连我都动心了。别说是侵犯他了，哪怕是能够靠近一点，近距离的闻一闻他的体香，我也知足。哈哈，动手吧，魔灵，没有人会阻止你的。好好揉虐一下那个小妮子，刚好也让我们过过眼瘾。见魔灵要当众施暴，不但没有人阻止，甚至个别邪恶的弟子还纷纷露出了期待的目光。面对淡淡这样的美女，他们这些本该具有一定素质的戒灵师们也都是狼性大发，期待着看上一场视觉盛宴。毕竟这不仅仅能够满足他们的欲望，也能够彻底的羞辱楚风。然而就在这时，淡淡的体内却突然传来一声低沉的怒吼，那声怒吼实在太过恐怖，只听到这个声音，人们都会感到内心一颤，不寒而栗，被震慑的不轻。哪怕是那来自魔灵界本就魔性十足的魔灵，听到这个声音之后也是为之一愣，随后神色大变。然而就在那魔灵一愣神的功夫，磅礴的暗黑色气焰已是自淡淡的体内汹涌而出，爆发开来。那暗黑气焰一出，魔灵那束缚淡淡的魔气竟然不攻自破，就连遮天蔽日的汹涌魔气也是开始剧烈颤抖，失去了先前的霸气，变得抖动不安，就如同惧怕了一般。这样一幕令人吃惊。然而最令人吃惊的是，还是淡淡此刻所散发的暗黑色气焰。那暗黑气焰汹涌而出，同样遮天蔽日，不仅吓退了魔灵的魔气，更是化作一只巨手紧紧地抓住了魔灵，竟使得难以动弹分毫。赵兄，这种感觉莫非是……见到这一幕，贵为界师圣会长老的赵三元顿时眼前一亮，发现势头不对的他不由得将目光看向了赵清衡。不会有错，虽然这也是我第一次所见，但我几乎能够确定这只戒灵是来自修罗灵界。赵清衡说道。尽管他仍在故作镇定，但实际上他已然不再镇定。这个青木山的小鬼到底是何来头，竟然与修罗灵界结缔了契约？猜想得到确定，赵三元的脸色也是变得异常难看起来。毕竟他也知道这修罗灵界的戒灵究竟代表着什么，这妮子到底是何来头，他的气息怎会如此可怕？修罗灵界，你是来自修罗灵界的戒灵。然而就在众人纷纷猜测淡淡究竟是何方神圣之际，那被淡淡束缚的魔灵则是无比惊恐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什么？修罗灵界的戒灵？这妮子竟然是修罗灵界的戒灵？不会吧，修罗灵界那可是传说中的戒灵，这青木山的垃圾怎么可能会拥有这样的戒灵？而听得此话，戒师联盟的众人更是目瞪口呆。毕竟身为戒灵师的他们都知道修罗灵界，但是对于他们来说，那却又是一个传说。但眼下那传说中的戒灵竟然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这叫他们如何能不震惊？起初
还有很多人表示不信，毕竟修罗灵界是那样的强大，在界灵师的圈子中早已被传为神话。可是感受着蛋蛋所散发的恐怖气息，再看着蛋蛋正用5品武王的修为压制着1品半地的魔灵，他们却不得不信蛋蛋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这样的逆天战力着实超乎想象，甚至超出了他们能够接受的范围。怎么怕了？你不是号称魔灵界是最强的灵界吗？蛋蛋双眼微眯，露出了人畜无害的甜美笑容。但是此时此刻，无论他露出怎样的笑容，都无法掩饰他的气息，那戾气十足，杀机四溢，让人打心眼里为之恐惧的气息。尤其是那魔灵界的魔灵，他浑身上下都被淡淡的暗黑气焰包裹，所以他也最能够感受到此刻的蛋蛋是有多的可怕。主人，救我！忽然之间，他大喊一声，竟然向自己的主人赵凯求救。此时此刻，他这位名声远播的魔灵，不但戾气全无，更是狼狈不堪。然而就在魔灵求救的下一刻，他便发出了悲痛无比、惨绝人寰的惨叫声。而定目一望，在场之人皆是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所有人都能够清晰地看见魔灵的肉身此刻正在变得模糊，从实体化作气体，并且不断地被分解，不断地被抽离。这位大名鼎鼎的魔灵正在被来自修罗灵界的女王大人所分解。住手！眼见大事不妙，赵凯发出了一声怒喝。他怎能容忍自己最强的界灵就这样被灭？然而就在他话音刚落之际，只见女王大人眼中寒芒一闪，随后砰的一声闷响传来之际，那魔灵已然爆炸开来，不仅肉身不在，气息更是全无，他已是彻底消散于天地之间，死在了女王大人的手中。对本女王不敬，这就是你的下场。淡淡平静地说道。